你可以把它剪掉啊。好嘞，所以是要讲还是不讲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参加 WSOP 的3000买入锦标赛啊。这场比赛呢，它是从下午3点才开始，所以它没有晚餐休息时间。它是一场 freeze out 的比赛，意思是不能重买，所以我们就会直接上桌打这场比赛。我们已经吃过了下午茶、晚餐啊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吃完了，直接上桌。这一场比赛预计会打到凌晨2点左右。目前看来大概有1000多位玩家哦，所以这一场奖池呢，预计也是超过300万美金。啊，我们这个是一个3天的赛事，我们就走吧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昨天参加了一场3000美金买入的这个 freeze out，freeze out 就是不能重买的意思啊。这场比赛呢是一个3000美金买入，然后筹码量是4万。我们上桌的时候呢，大约是在这个500、1000的盲注级别。反正这场比赛呢，就是我们遇到了几手牌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有可能是牌的不顺啊，或者是就是面对一个状况，哇，只要你每一手牌都有处理到正确的决定，但是出局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哦。分享一些这个比较基本的对于持续下注的概念。这手牌呢，翻牌前呢，我在 low jack 位的位置加注一个 A8 红桃，加注了2000啊，大盲跟注啊，翻牌是 Q53啊，然后大盲位 check。这个时候呢，底池有5000啊，因为这手牌呢是没有小盲位的，所以底池是5000。然后我拿这个 A8 红桃对上大盲位抵抗的范围非常的宽哦，所以我们会有非常高的持续下注频率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下注了1500，对方跟注，然后转牌来一张 Q。那我觉得转牌这张 Q 呢，其实对于他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，因为他如果今天只有中一个5的对子或3的对子，他更不会弃牌给我，因为他觉得我手上有 Q 的机会是更少。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是一个很好的 check。我的 A8 同花呢，其实有一个摊牌价值。我认为对方如果说有一些顺子卡顺的手牌的话呢，他也可以考虑合牌的炸胡啊。所以我觉得转牌的 check 对我来说很好。然后合牌是一张10。那他这边的时候又 check， 我觉得我的 A8 呢其实是可以 check， 因为我还赢6-7，我还赢4-6，我赢任何的卡顺，我觉得 A8 呢是有一个摊牌价值。那我觉得非常的意外的是，因为这手牌对方秀的是1对8，如果说是1对8的话，我觉得他翻牌前其实可以考虑对上我的这个 low jack 位的加注呢，他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， 但是他并没有。然后呢，对手的1对8呢就赢下底池。其实这手牌我没有损失太多的筹码，这是第一把。好。然后第二把呢，就是中间呢，我又稍微输了一些小的底池啦，大概就是我加注，然后没人跟注，或者是对方加注，我跟注之后呢，我 check fold， 然后筹码量一直掉，从这个4万筹码掉到15000。然后这手牌呢一样，在这个 high jack 位呢，我有15000，这时候我拿 KQ 不同花。那有很多种做法，有的玩家呢，他会选择15大盲的 KQ 不同花，在 high jack 位呢会直接 all in， 但我认为大部分的情况，其实最小加注才会是一个最好的策略。我不会把策略直接简化成我15个大盲就直接 all in。所以呢，我最后最小加注，然后这时候大盲位呢，他比我少一点，他大概14000多，然后他直接 all in。他看了牌之后，很快就直接 all in。那对于这个范围来说呢，我会认为一定是比预设范围还要紧。就好像说15个大盲这边可能会说，电脑会告诉你KQ 不同花必须要跟住这15个大盲的 all in， 但其实对于现场玩家的话，我会认为它的范围永远都是，比如说5以上的对子，或是 A10 不同花以上的牌，可能有一些 KQ 不同花。那对上这个范围呢，其实我们的 KQ 不同花呢是很明显的要弃牌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到电脑软体里面，做一个预设范围的应对策略的话呢，电脑会告诉你 KQ 不同花是要扣 all in， 但对于现场玩家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轻易的盖牌，因为现场的玩家他 all in 的牌都会比这个还要强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raise fold。然后呢，在下一把牌，我觉得这一把牌应该是我在这一个算是比较棘手的状况。这把牌呢是9人桌我在 UTG+2， 我只有13000刚刚那把牌输了以后，剩下13000 ，13个大盲，那我拿了 A10 不同花。那我觉得一样的概念我觉得我可以直接 all in， 然后我也可以做最小加注。
啊，我选择了最小加注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小盲位的玩家跟注，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。翻牌是 A45 Rainbow， 然后底池有7000，哦，我的牌非常的不错，中了一个顶对。然后我持续下注2000，小盲弃牌，大盲跟注。转牌来一张非常糟糕的红桃2啊，这时候呢一张3就成顺了嘛，所以大盲位 check 啊，这个时候我也选择了 check。我认为 check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手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顺折组合，那我的位置的话基本上很少，除非 A3 同花或者是33啊，但是我觉得相对于他来说呢，他的顺折组合两队的组合比我多，所以我选择了 check。合牌呢开一张最糟的5，对手其实翻牌会跟住。所有的对子都必须要跟住嘛，所以它的范围里面不但会有顺子，又会有到了合牌的3条5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筹码量大约剩下1万，哦，对手呢直接下注1万。那我觉得，当然对手还是会有一些炸胡，比如说67、68啊、78，我觉得都在这个对手大盲的范围里面。但对于这个现场玩家来说呢，我觉得如果合牌不是开5，我觉得我可能会抓炸胡，因为我只输3的顺子，我觉得啦，他会直接 all in 化。所以当这个合牌他也知道我的范围里面基本上不大会有顺子的时候，我认为他的3条5的手牌呢，其实是可以考虑下注一个1万的满帕，然后呢希望我会拿任何的 A 去支付他。所以我这手牌呢，当下呢，我记得看到画面，我稍微想了一下，然后决定弃牌。所以这手牌呢蛮痛苦的13个大盲，其实你说啊，你翻牌前 all in 不就没事了吗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我能够让我自己有位置的优势的时候，玩到更多翻牌后的手牌。对于大部分的现场玩家来说呢，其实对我来讲还是比较有利。然后呢，最精彩的这手牌呢来了，就是这把牌我又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剩下9900的筹码量，500、1000的盲注级别。啊，我在这个9人桌的 UTG 呢推了一个55啊，这个55呢肯定是正一 B 的 all in。我觉得如果说考虑大盲前注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所有队子应该都可以推。可能2233会稍微差一点，但是我认为10个大盲的所有的手队呢。其实 all in 都不会太糟啊，1对5更不用讲，1对5算是比较好一点的，所以我在 UTG 直接 all in 了1对5，然后小盲位呢是1对10，他筹码比我多啦，他有 all in。然后筹码翻倍之后呢，大约打到1万9、2万，差不多2万左右。然后这个时候升盲，然后升盲了之后呢，又过了一圈，我大约最后一手牌是这个，我有1万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大约是15000的筹码量。然后这个时候是600、1200，哦，8位的玩家加注，然后我在小盲位拿一个 KJ 不同花，大约是12到13个大盲。那我认为这边只有2种策略啊，第一个就是 all in， 第二个就是跟注。那我当然觉得这个。8位玩家是一个打得不错的玩家，大盲位也是一个打得不错的玩家，所以我不需要在小盲位去做一个跟注，然后进行一个没有位置的翻牌后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不利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直接 all in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也 all in， 然后呢，最糟糕的是8位1秒就 all in 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知道啊，这个肯定他们2家牌的比我大。然后呢，大盲位是 AK， KK， 我是 KJ。对，然后我就出局了。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基本上除了那一把55去卑鄙别人之外呢，其实基本上没有一把牌我们是赢的，我们就是什么牌都输，什么牌都输，然后就是非常的不顺。那我觉得打比赛就是会遇到这种状况，就是你要么就没牌，要么你就是牌比别人小一格，或者是你都不会中，然后就是自然死亡，可以这样讲，自然死亡。就是很不顺嘛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样。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是8点40分，所以我立刻呢就冲去了威尼斯人，他有一场$1600报名的比赛的这个赛事呢，他在8点55分是最后截止买入，所以我们就赶过去啊，最后5分钟的休息之间呢，成功了报名这场比赛。那我们在下一集呢，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威尼斯人的第一天比赛呢，非常的精彩哦。这个先不跟他爆雷，但是我们。筹码呢，一开始呢就是直接往上冲哦，翻了2、3倍，然后呢又掉到剩下5个大盲。但是结束的时候呢，我是这个巨码进入 Day 2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下集呢非常的精彩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威尼斯人手牌讲解下集。好，我是小 P。爆雷吗？你可以把它剪掉啊。爆雷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做更多的手牌讲解跟扑克相关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。
我是小 P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